一支万余人的汉朝骑兵军团半月前出塞进入河西，一路西进，穿越了15个部落地后，于昨日越过胭脂山，一路击破我军，斩杀了折兰王、卢侯王，在贺兰山路又击破修图部的主力，夺走了修图王用于祭祀上天的金人神像。修图王部已经被迫退至胭脂山以西，现汉军骑兵仍在前进，已经进入我浑邪王部区域。前哨侯将请求浑邪王火速增兵备战。难道汉军已经逼近了楼兰？是的，这支汉军行动快捷，轻装简从，一路掩杀，锐利无比啊！这是什么战术？闪电般的迅疾，修图王的4万军骑都没有挡住他。前哨将领说，汉军此次与以往任何一次打法皆不同，并不以占领土地为目的，也不要后方辎重部队来去如风，似狂飙突进，故而沿途各部均被击破，无人可以阻挡。混蛋！这修图王竟如此无能，他有10几万的部众，挡不住1万多汉军，他是不是只想将祸水放入我浑邪部境内？浑邪王冷静，汉军连日远征，我想肯定已经人马疲惫，是强弩之末。依我看，我们应该在祁连山路流沙外围来阻击汉军呢。我现在马上去通知修图王，让他也回兵合击。你该醒醒了！你是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？单于王子金米底。好，我抓的就是你这个匈奴王子。传令，来几个人把这个匈奴王子押回京城。命令马队继续前进。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是汉军昨夜突然出现。你说什么？汉军出现了？是从玉水河方向过来的，袭击了营地，密地王子也被捉走了。我说我的部队怎么会腹背受袭的呢？当时你们在干什么？他们神出鬼没，我们当时一点防备都没有。真是废物！他们现在到哪儿去了？他们好像是朝西北方向去了。老哥，你现在知道不是老弟无能了吧？这股汉军像魔鬼一样的战法，我摆下军阵在胭脂山等他决战，他去避过军阵直袭张掖。待我赶到，他的另一支骑兵却在夜里冲入了我的大营，可不就乱了吗？我再也无法挡住他后道的主力骑兵啊！汉军是谁指挥？汉朝新封的骠骑将军叫霍去病。他们抓走了密地，这下还不知道大单于如何恼火呢。可不是嘛！
这帮可恶的汉人！好了，我们过去看看。真是太惨了。快去传我口令，保持好队形，全速前进。告诉前面的部队，不要管队形，全速前进！驾！元寿2年，是汉匈战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。在这一年春夏两季，汉武帝2次派遣霍去病率军出征远程，打击匈奴。这位年仅20岁的年轻统帅，第一次越过胭脂山1000余里，直达祁连山。接着越过居延泽及罗布泊，狂飙突进，孤军深入，一路逐王追北，所向披靡，斩杀和俘虏匈奴累计10万多人，俘虏中包括匈奴王子金弥帝及5个部落王，还有王母、国相、将军、当户、都尉等诸多匈奴贵族。这不是蠢猪吗？被一个20岁的汉朝将领在同一地点用同一种方式打趴下2次，要这样的蠢猪还有何用？我看，如果河西战场形势再这样发展下去，丢掉整个河西已是指日可待。我也要学学汉朝的皇帝，来个赏罚分明。汉朝皇帝从不饶恕打败仗的将领。派使者去河西召休屠王、浑邪王来王庭述职，快去！是。听说这泉水叫金泉，好水呀！传我的命令，原体下马，原地休息。把皇上给我的紫禁唇拿出来。诺。士兵们，你们知道皇上为何赐我这坛美酒吗？当时皇上跟我说：“霍去病啊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也应该成家了。这坛美酒就赏给你。它可是太皇太后给我的定亲酒，就留给你娶媳妇儿的时候喝吧。”当时我对陛下说：“只要不消灭匈奴，我绝不成家，绝不喝这酒。”今天我们打垮了匈奴2王，这坛酒我们大家一起喝。这条金泉河水后来被称为酒泉。太初元年，汉武帝先后颁布诏令，在金泉设立酒泉郡。
又在匈奴休屠故地设立武威郡，在浑邪王故地设立张掖郡。听我命令，凡放下武器者不杀，剿灭匈奴不降者杀！霍去病出色地平息了归降匈奴的骚乱，控制了局面。号称10万众的匈奴2大部落向汉廷缴械投降。匈奴人悲哀地唱道：“
使我胭脂衫，使我妇女无颜色；使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繁衍。这块广袤的西部狭长地带，后世称之为河西走廊，成为由华夏中心区通往西域的一条坦途。奉天承运，大汉皇帝诏曰：朕至尊之众，夙夜忧劳，今天下一统，而北边不安，匈奴猖獗，源源骚动，黎民流离。朕决意起大兵伐之，为民请命。起令！刘彻发布的决战命令震动了国中，羽檄飞驰，急如星火。到处都可以看到开赴前线的郡国壮丁，可以看到开赴前线的骑兵马队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此役刘彻调动了骑兵10万骑，辎重备用马匹4万骑，部族50万，跨过戈壁沙漠，对匈奴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。李广将军到，请他进来。大将军，诸位将军，自元光2年皇上发起马邑之战至今，我们与匈奴人已整整打了快20年。这些年来，我军先取河南朔方地，驱逐白马王，解除了匈奴人从河朔草原对我长安的严重威胁。我军又重创了左右贤王，逼降了浑邪王。我们已经斩断了大单于的左膀右臂，迫使大单于将王庭远迁漠北。而今，皇上令我与霍大将军兵分2路，各率精兵5万，远涉漠北，发动对大单于的决战。匈奴单于已经获悉我军远征的情报。漠北之战，是我汉军有史以来规模空前的决战。只可惜啊，皇上把主攻单于的重任交给了骠骑将军。我军的任务是扫荡王庭。2方任务同等重大，因此我卫青这一方没有丝毫可以松懈堕怠的理由。我要提醒诸军，此战规模空前，是大会战。我军的任务是寻找匈奴主力，彻底扫平其王庭。大将军，这是皇上让我交给你的密诏。皇上表示极为关心我军动态，期盼着我们胜利的消息。钟皓月，怎么样？臣怕是不行了，快告诉我。
昆仑山决定命运。中行月，中行月。 匈奴大长渊的主力并不在西面，而是在这儿，东线，在这儿只有右武离王。也就是说，匈奴大长渊的主力目前仍然在大将军的方向。你看，我们要不要回师去和大将军会合？ 皇上决定让我同定襄出击，大将军东出代军，现在两军已经出发了。如果临阵调整的话，将军，皇上给您的命令是
远征奔袭，寻找大长云的主力会战。虽然说大长云不在西线，但是我军现在已经逼近匈奴的狼居胥山，这是匈奴的祭天圣地呀！我军何不彻底端掉右谷离王部呢？将军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！这事儿应该禀报皇上。这事儿必须马上禀报皇上。是，将军。拟旨给卫青部、火炬兵部。朕改令：火炬兵部攻击匈奴的狼居胥山，让卫青由代郡转向定襄。陛下，两军调整作战目标，要不要向将军们解释一下？用不着，这不明摆着吗？朕这次要用2把尖刀，一起通缉匈奴的心窝。臣明白了。大将军，怎么突然改行定襄了？我的前哨已经到达代郡了。叫你改你就改，哪那么多废话？你公孙敖这次是戴罪立功，得给我好好的打。要是打不好，就给我滚回去做你的庶人。好，放心吧，大将军。驾！大将军，皇上此举真让人奇怪。皇上的脑子比你我都清楚，这种调整不过是个小插曲而已。兵贵奇变，这才能让匈奴人摸不清我军的意图和方向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部队怎么改变方向了？我的前锋位置怎么变后卫了？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，你李将军这点还不能适应吗？我的前锋位置是皇上亲自定的，你要有所考虑吧。我部东出代郡，原先也是皇上钦定的，可现在的诏命是由定襄出击，难道你李将军就不考虑了？大将军现在又确定谁的部队做前锋了？这我还没有定。用兵如同治病，病有变，药方也得变。大战当前，全军上下都要严格执行军令。若有不遵从者，无论是谁，一概军法从事。这。胜利通过了戈壁，传令大军休息一下，到前面扎营，召开战前会议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我们抓了一个俘虏，把人带过来。渴死我了，给我水喝。给他口水喝。你就是卫青大将军，汉军的统帅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他知道您是卫青大将军，汉军的统帅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问问他，他是哪路人？你是哪路人？我是大单于的亲兵，王庭卫队的。他说他是大单于的亲兵，是王庭卫队的。什么？大单于的卫队？大单于在哪儿？问他。大单于在哪儿？说。
你们这把他放了，放开让他回去告诉大单于，我卫青已经到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看来大单于就在附近。真是天助我也！俗话说，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！我卫青刚越过戈壁，就与大单于狭路相逢，这是天意啊！现在可以肯定的说，伊稚邪就在我们的近旁。各将听令，公孙贺在，你带你部从我军左翼向前寻敌。诺。李广在，你带你部从我军右翼搜索前进。诺。公孙敖、苏建在，你们率部随我从正面向前推进。诺。靠近王庭后，你们要向我靠拢，你们一路要小心。准备开拔。诺。陛下，前方捷报！陛下，霍去病军团出代郡2000余里，至漠北，遇右贤王部主力而大破之，捕获王子、屯头王韩王等3人，将军、国相、当户、都尉等83人，斩杀、俘虏匈奴70443人，匈奴诱捕力王所部，主力损失殆尽。现我军团仍在追王逐北，直逼匈奴老巢，即将踏平狼居胥山。大单于部现在哪里？据说在卫青军团的王庭方向。司马迁，朕让你来指点一下，这中宫在什么地方？啊，这一组小韶星的星宿就是。今天的星象与往常有些不同啊。陛下，中宫紫微明彻，虎始七星直射天狼，大吉之象啊！你们这些天官呀，净讲玄的。当年董仲舒就向朕大讲什么天人感应，其实天道是什么？天道就在人心中，人心所向，天必应之。这个道理你懂吗？自从陛下登基以来，数十年间，虽西北天狼猖獗，天象常有异常，但是始终中宫明彻，紫微耀宇，天地开泰，万象更新，实在是开创了夏商周秦以来最盛大的气象。余臣作为史官，正有志重修史书，记录下这一代盛世壮士啊。你作为太史之官，主天道，述人政，
关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，应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这正是你的职责。陛下，臣有一好消息要向陛下禀报。哦，什么好消息？您往这边看。哎，这五星的位置似乎与往常有些不同啊。正是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星及日月二曜将要在今夜子时连珠一现。陛下，这五星连珠是500年才出现一次的福瑞天象。大战之前，五星连珠，愿天佑中华，天佑我中华！天象示瑞啊，陛下！此事值得纪念。朕要命画工们在成明殿的大壁上祭祀福瑞，五星出东方，立中国。在执勤段万匹，朕要用此奖赏远征归来立大功的英雄们。2000年后，公元1995年，于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一件武士织锦货币，上面织绣着“五星出东方，立中国”8个大字，记录了这一段光辉史事。多名侦旗发现，大漠以北有汉军大规模行军的踪迹，数百里的方圆内都有汉军行进时扬起的烟尘。看来汉军这次的确来者不善呢。像是右武力王，他怎么这个时候过来？难道我的狼居胥山丢了不成？叩见大单于。右谷烈王，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？这汉军的主力不都压在我这边吗？大单于，我们上当了。汉朝的大军兵分两路，卫青在这边，那个年轻的霍去病率领着5万大军在西线。刘彻认为，大单于必然在狼居胥山祖地进行秋季大祭，所以袭击了我们。我们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，被打得个措手不及。霍去病一举攻下了狼山，还在我们祭天的坛场上，他们还立起了汉碑。那霍去病现在在哪里？啊？会不会跑到这儿来和卫青会合？大单于，这倒没有，他们在狼山找大单于没有找到，一路向西，杀到瀚海那边去了。你还有多少人马？大单于，只有不到1万人跟我冲了出来。可怜我部7、8万人马都被霍去病打光了。大单于，我们一定要报仇啊！既然骠骑部队都在霍去病的手中，那我们正面的卫青军团就不会太强。右谷烈王，按照匈奴律法，你给我丢了狼山，丢了我们匈奴族祭祖祭天的地方，我本应该将你碎尸万段，小的罪该万死，扔到荒野上喂狼。大单于，丢了狼山，小的心里也无限悲痛啊！汉军近来用了一种新式武器，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。这种弓弩一次可以连发10数箭，我就不信那个邪。 2个人一组，
一个上前，一个扣弩，射速极快。大单于，这是我的士兵从汉军那里缴获的。你看，这是一种小的单兵弩，一次可以连发3箭；还有一种大的双兵弩，一次可以连发8箭。据说，有一种最厉害的弩是3人弩，架在马上或是战车上，一次连发上百箭，密集如簧，对我们冲锋的骑兵杀伤力极大。如果他在奔跑和行进当中，就不会发挥他的优势了吧？对。那我就准备一批大盾牌，我要转攻为守，以大盾牌防护正面。我们想办法从背后进攻他们。对呀，大单于，我们应当给卫青准备一个陷阱。哼，我大匈奴是天上的雄鹰，我的猎手们要给卫青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。这次一定要狠狠地重创卫青。大单于英明。有古力王，有古力王到，大战在即，我要你戴罪立功。各位将军，跟我来。诸位将军，汉朝派出了10几万大军，要与我大匈奴决一死战。这一仗，打与不打，怎么打？请诸位将军谈谈自己的主张。打就是应该打，就是这仗应该打呀，就是联合子兄报仇啊，要打，一定要打，如果不能名人的话。大单于，那卫青也是一只狡猾的青狼，他会进我们的套吗？卫青手中兵虽多，长途跋涉之后一定十分疲惫，他也一定会求战心切。汉朝为此战已经准备了许多年，卫青绝不会不战而退。既然他们步步为营，我军就不能守株待兔。大战在即，我军主力只有8万，与汉军相比，只是势均力敌。如果兵分两处，恐怕就兵贵奇变。请大单于坐镇中央，我只需要一支5000人的精锐骑士足矣。勇士们，自四王说得好，兵贵奇变。本单于打汉军，就要打一个出其不意。但是，这个埋伏不是你自四王，而是本单于亲自出马。诸军听令，左贤王、右贤王、左古力王、右古力王，各部都尉、各位将军，你们率2万人布阵正前方。自四王听令。俄虎儿在。你与本汗率领3万精骑，设伏红树林。我匈奴健儿漠北一战，全靠你们了。军报，驾！微臣参见陛下。情况怎么样？陛下，卫青布报已锁定大单于主力，将于明晨展开决战。好吧，这回让一切见个分晓吧。陛下，还有什么？陛下，李夫人快不行了，她想求见陛下最后一面。
去见他。李夫人，皇上来了。夫人，是朕。陛下，妾憔悴已极，无颜与陛下相见。不见你还存个昔日美丽的念想，见了只怕令你嫌弃。臣妾身后留下一个皇子刘伯，还有哥哥李广利，要拜托陛下照顾。朕只想再看看你。拜托了，陛下。可是，朕每次来，你都是蒙着头。你知道吗？朕多想再看看你，看你笑。你放心吧，朕都有安排。大单于在哪里？就在那狼旗下。不，那是个假阵。假阵？不可能吧？这阵里头起码有3、4万的匈奴精锐骑兵啊！大单于要是在阵中，这匈奴兵会这么安静地守着不动，等着我们去攻阵？大单于肯定不在阵中。那他在哪里？你们看，那儿！要不敢落树，林子里有人。这个林子不小，起码能藏2、3万兵骑。伊稚邪是故意在我们正面布下大阵，引我军的主力去攻阵，让我军锐气耗尽，然后再用伏兵突袭我的后方，形成前后夹击之势，歼灭我军。这个伊稚邪好狡猾呀！那我们怎么办，大将军？他
跟我玩雕虫小技，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，立即隐蔽我们的主力。打狼先打头，我卫青今天偏不打他的头。这，你们跟我来。这。李将军，你曾多次提出要当前将军，我都没有如你愿。大将军，看不上老夫啊？不是本将看不起你李将军。你看，这是皇上让你带给我的密诏。李广将军年老神衰，不可用为前锋。可是皇上亲口答应让我当前锋。李将军不必难过，皇上只是担心李将军年纪大，力不从心呐。那老夫就没话说了。但是今天，卫青要违武皇上的旨意。大将军，难道你想让老夫做前锋？今天这个前锋，只有你李将军才能担当，我怕别的将领都担不起这个重担。谢谢。谢谢大将军。陛下，您已2餐未进食，是不是？都蹲下去。大将军，说吧，从哪儿发起攻击？李将军，我给你的不是块肥肉，而是一块最硬的骨头。大将军。就是块石头，我老夫也要把它啃下来。好，为了做好后面的口袋，前面我只能给你3000经济，但是我要你在日落之前，至少要向匈奴发起数次进攻。怎么才3000人？大将军，这人数太少了，一旦陷进去，想出都出不来啊！我要你造出一种声势，造得越大越好，要让那边的伊稚邪认为我们汉军的主力部队都在攻阵。哦，这是要让我当诱饵啊！只要大单于上钩，那他今天就死定了。你的攻击可以为我大部队的隐蔽迂回争取到时间和空间。大将军，好吧，老夫甘愿效命。好，大将军，老夫临走之前，只有一件事相托。什么事？你尽管说。这把佩剑是我的曾祖父李信所传，到我这儿已经是第4代了。我本想把它传给我的儿子李侃，可李侃也随骠骑将军出征，生死未卜，所以我拜请大将军把他带回长安。
传给我的孙子李陵。将军，你放心，此事我卫青一定办到。等等。这把剑是建元6年，我出征会稽时，皇上亲自赐我的。皇上对我说：“卫青，这把剑传自越王勾践，是一把复仇之剑。”他当时又说：“我乐见此剑饮血，我也乐见此剑崩裂，就是别让我旋风再见到此剑。现在我把这剑交给你，拿着。大将军，当你再见到此剑的时候，它必已碎成千段。弟兄们，我李广今天是全军的前锋将军了，跟着我，消灭大单于，汉军为我！汉军为我！汉军为我！冲啊！大单于，汉军主力开始攻阵了。再看，攻！
我的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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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汉军主力已全面出动，陷入我阵中。大单于，现在是进攻的最佳时机。勇士们，跟我出击！驾！将军，请下令。我命令公孙贺部向敌左翼迂回，命令公孙敖部向敌右翼包抄。中路随我令旗挺进，全线投入进攻。陛下，霍去病部已扫荡瀚海，李广部与大单于主力激战正在进行中。李广所率3000骑全军覆没，将军李广生死不明。朕现在关心的不是李广，而是卫青。弟兄们，冲啊！冲！
军的经济，他们根本没有把主力全部投入到我军正面。大单于，撤吧！还来得及，撤！往哪儿撤？我能丢下弟兄们不管吗？勇士们，为了大匈奴，冲啊！卫青，我跟你拼了！撤！尸横遍野，残阳如血，胜得如此惨烈，败得如此悲壮。回来，李将军所部还有活着的没有？刚刚找到了李将军的尸体，已经是粉身碎骨，只剩下残存的衣甲还可辨认。士兵还在打扫战场，目前看，李部能活下来的已经没有几个人，都负了重伤，正在抢救。
惨胜如败呀！去，把我的医官派去。李将军的尸体一定要拼起来，用重车运回长安。大匈奴昆仑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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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声音？陛下，我去看看。陛下，前方捷报！陛下，卫青军团大破单于主力军团，斩获49000人。匈奴部已溃散北走，魏部在赵信城缴获大批屯粮军需，除补充军10万已全部烧毁。卫青已准备班师。陛下，您来看。哎，陛下，您快来看呐！陛下，为这一天，朕等了20年。元寿4年的漠北决战，是刘彻时代登峰造极的一次凯旋。漠北之战使匈奴单于及各部落都遭到了惨重的打击。匈奴自此后数十年之内，不敢以大部军力南进杜漠。
自此，大漠之南无王庭，汉朝边界基本解除了匈奴人的威胁。然而，作为获胜的一方，汉朝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。汉军士卒死者数万人，马匹出塞14万匹，归者不足3万匹。折见黄沙，天地广阔兮，竟容不下朕的李将军。传诏，奉随骠骑将军作战的李广之子李侃为关内侯。将李广长孙李陵调入御林。英雄的李家们不能后继无人。陛下圣明。起来吧。朕还有事要告诉你。朕决定设立大司马，作为全军的最高官职。关于将军号上，你和祛病一并授予大司马之号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